么那么久还没出来？就去看一下吧。何总，赶紧打电话报警！陆队，这两位什么人？贺云飞的保镖，左边这个还是全国3大冠军。哦，你们老板死在厕所里了，你们站在外面不知道。他说他只是上个厕所，不需要我们啊。老石呢？在里面验着呢。3大冠军是吧？老板死了，这事儿很麻烦呀。我估计你们公司得且赔呢吧？是，粗算下来怎么得200多万啊？可是我们还没收到他的钱啊。他不是给你们发工资的吗？也不是，是我们才刚干了15天，还不够1个月。麻烦。就他们公司啊，有个姓孙的，这个律师呢肯定会找你们麻烦，会给你们提出诉讼，然后让你们赔钱。如果事情发生了，你们可以找我，我帮你们解决，那是个费用。是啊，谢谢。冠军啊！这还厉不厉害？这是不是凶杀？刀身20厘米左右23厘米，普通匕首。刀身23厘米，刺入心脏，穿透左心房，引起肺动脉破裂，导致出血性休克死亡。这刀怎么扎下去的？出手的时候从上往下扎的，凶手身高多少？这个我就不好说了，因为是从上往下扎的，我能确定的是右手。是男是女？这个我不知道啊，女的也可以进男厕所吧？我能确定的是，死者不知道凶手会拔刀，没有提防。没提防，他们两个认识。刚才我不是讲了吗？这是一个突发事件，突然捅一刀，死者没有防备。黄亚伦的尸体还在吧？你一说还提醒我了，放尸检科好几天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处理。这还用说吗？他跟黄家伦是有关系的，他跟黄家伦在大学是同宿舍的舍友，有这么巧的事吗？所以我严重的怀疑黄家伦也是被谋杀的，你们信不信？也可能是哮喘病。好，公司呢？把那个担架搬进去。我给你好好的分析下这个案子啊。就是说黄家伦他们4个人一起合作了一个游戏，然后呢，这个游戏呢卖给了这个迅达公司5年的这个授权，明白了吧？等于说今年就是第5年了，要到期了。如果说他们想继续使用这个游戏的话，可能李金祥就得再掏钱出来。还有一个公司叫游龙公司，有一个姓申的叫申成，他也要这个游戏。那等于说2家公司就对着干起来了。如果现在这个游龙公司能花更多的钱买这个游戏，就不一定续约了，李金祥就着急了，你懂了吧？要不要逮捕他？我先看看他是什么人。不管怎么地，你先把他这个案子跟这个黄家伦这个案子并案。黄家伦是哮喘死的，这么明显了，这还不是一件事吗？喂！贺云飞卖给我们的游戏，公司花了1000多万来做推广。你刚才说你不玩游戏，
但是还是有人玩。小孩子特别喜欢，年纪比你大的也不少。游戏呢，就像是毒品，一旦你玩了进去，你就会发现你眼前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。但是，一旦你跳了出来，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烦恼就会在现实生活中等待着你去处理，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。我们来说一下合同授权的问题。授权是5年，这个月月底到期。我还以为你会问我跟何云飞在洗手间的事。你们今年是合同年？对，合同年，一般来说5年合约，最后1年变故最大，或者续约，或者终止合约，或者他卖给我竞争对手，都有可能。4个健在的情况下，我只需要4个签名授权，死了1个就要3个，死了2个，其余2个授权给我就行了。应该是都死了，像现在这样。自动续约。我们会以版权为名，掏一些费用给游戏版权协会，由他们分配给家属。4个比一个来得好多了。要是4个都活着，只要有1个不签约，你就拿不到授权，对不对？队长果然是队长，一说就懂啊。执行官，请喝茶。曾警官，喝茶。你们上周放走了一个杀人犯，知道吧？连环。连环的，是连环的。我这几个巡逻呢，真的不知道阳台上还有人。那是自然。你们要是知道阳台上还有一个杀人犯，他还能把我们摁到地上，还要掐你的脖子，还要把我们2个关上1晚上。那这个就是从犯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误会大了，他们太鲁莽了。哎，来了。局长，您要的资料找到了。啊。那天报警的是一名男性，他电话号码是180147457。别就给我一个号码呀！你查一下机主身份嘛。查。郑哥，你说咱们做警察的，有什么心态？良心，是我们警察对于每一个生命发自内心的敬畏。如果说现在出了命案了就对我们这样，没立案的时候就对我们那样，你说如果那天凶手要是抓着了，那贺云飞就不会死了。倒茶。查到了。李金祥，那你的杀人动机很充分。就算有杀人动机，你也得显示证据。你不会没有证据就上来找我吧？我是最后一个见过贺云飞的人，但是我走了之后，他才死在厕所里面的。这件事情与我无关。你要是想抓我，讲点新鲜的。我来给你讲点新鲜的。我问你，黄家伦出事那天你在哪儿？我来告诉你，你在地铁上，就在黄家伦身边不远处，你眼睁睁地看着他哮喘病发作而死，然后第一时间回到他的家里，开锁进门，你要找一样东西，找什么呢？你在找这个。
这是一份游戏授权的代码，一共4份，每一个死者人手1份。只可惜你没想到，我把这件事情当成了谋杀来查。那天也出现在黄家伦家里。当你在屋里听到我们2个开锁进门的时候，你身处高层无处可跑，只能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警察，然后跑到里屋卧室的阳台上躲着。黄家伦来找我们报案，说有陌生人盯上他了，要害他。起初我觉得这个理由很扯，说有人把他的2个玩偶调换了位置。后来我去了他家之后，看到了一个宅男的世界，我确定确实有陌生人进到他家里，而那个陌生人就是你。黄家伦死了，有人动了他的哮喘药。贺云飞被杀死在了厕所里，顾兴伟因情自杀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对他做了什么，但是仅凭你私闯民间这一条，我们就有权利把你带回局里，扣押你48个小时。郑哥，该问都问了，什么也不说了。他也说不出啥了。贺云飞不是他杀的，不是他杀的，那怎么办？48个小时以后，咱们就得放他走了。去检验室问一下老师。啊。黄家伦的死有什么新发现没有啊？有，确实是因为哮喘病，凶手调了他的包，偷出他的哮喘药，换了一个异味一样的瓶子，瓶子里面装满了粉尘。当哮喘病发作的时候，粉尘进入鼻腔，对他来讲就是必死无疑。这个上次确实有点过激了，脑子有点昏。老师啊，生活就是生活，工作就是工作，你得分开。我走了。哎，你别怪我多嘴啊。你女儿啊，我女儿马上就结婚了。好事。哥，你为什么叫我审？你审的话，肯定比我套出来的线索多。我想看看你能不能问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你不都说了吗？人又不是他杀的，还有什么新东西？无论是黄家伦还是贺云飞，李金香盯了他们这么久，也许他知道谁是凶手。来，给我东岛大学地址。查东岛大学干嘛呀？东岛大学是他们4个的母校。OK。前面就是。他们当年就是住在这间宿舍，当时比现在这个还乱。哎，怎么了？问你话呢，怎么了？跟别人打架，我勾搭人家女朋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勾搭谁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但是你现在被人打了，就是咱们的事儿。人在哪儿呢？走。
毕业，他们还不走，在这宿舍里赖了1年。学校撵了几次，他们就说找不到工作，没钱租房子，要把他们赶走，就好像把自己的孩子扔到大街上。每一次都是我帮他们挡下来的。我带你到那边看看。他们4个都没有工作吗？有一个去了，就是刘浩，工资也不高，我记得1个月是2000，其他3个都是眼高手低，基础的工作都不愿意做，高端的工作也不会找他们。4个孩子啊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感觉1天50块钱，吃个泡面还能管饱，靠这2000多，4个人活得还挺滋润的。不工作，1年间都做些什么？就没事情做啊。黄家伦喜欢玩游戏，整天守着电脑。也不能怪他，哮喘病那么严重，待在宿舍最安全。顾新文就是勾搭学妹，兜里也没钱，但是那些女生呢，就是喜欢他。贺云飞呢，喜欢运动，打篮球、踢足球，跟着学弟一起上体育课。他们这几个精力那么旺盛，就是不把他放在正事上，全靠刘浩一个人支撑。我带你过去那边看看。谢阿姨，这个游戏是怎么来的？玩出来的，可笑吧？他们4个不务正业，通过玩就赚到钱了。先是黄家伦，所有的游戏他都玩过几10遍，玩腻了，说里面 bug 太多，就自己开发了一款游戏的雏形。其他3人兴趣来了，没日没夜的，花了1个月的时间，帮他把游戏完善，推广上线。贺云飞是孩子，厉害。当时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为了吸引用户，他说1分钱也不赚，等用户群达到100万，就高价卖给游戏公司。开发游戏需要用到钱，结果他们4个都出去工作了，2个白班，2个夜班，宿舍里总会留2个人维护着服务器。终于有公司肯跟他们谈了，你猜他们给这4个孩子开多少钱？1000万，4个人，每人250万。要是不好听，没关系，我多加20万给你们，当是红包。不用270万了吧？1000万差不多。我来说吧，1000万呢可以，但是是每人1000万，而且只授权5年。我肯花钱，这游戏值1000万；我不花钱，这游戏你们倒贴钱。李总如此为我们着想，我们与有同焉呐。那我现在就来为我们迅达公司着想一下。我们4个大学生，姑且可以把这个用户做到100万，不过相信以贵公司的平台，很快能达到1000万、5000万。而这5000万，每1年的红利，可能连5亿都不止。而接下来的5年，你只需要花4000万，就可以收获25亿的红利。把情况告诉董事长一下。你们回去吧。谈崩了。那走吧，哥几个。4000万，
5年合同，律师会给你们发合同，再涨1块钱免谈。走。每个人都分到钱了。为了感谢我留他们1年，没把他们赶走，请我吃了一顿大餐，还送了我一个工艺品。每个人都按照之前的计划生活。黄家伦宅在家里，顾新伟就全世界到处乱跑，贺云飞开了自己的公司，还做得不错。刘浩去上班了，后来还得了癌症。刘浩死了，其他的也一个一个的跟着死了。我能看一下他们送给您的那个工艺品吗？啊，就是这个。啊，我能碰它吗？啊，随便。哦，谢谢。他们是15年回来的吧？是2014年，游戏卖出去的第2年嘛。我虽然只是他们的宿管阿姨，和他们的关系还不错，我总是劝他们，把时间浪费在游戏上是没什么出息的，玩物丧志。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？有得必有失。说他是模特吧，也没走过什么台；说他是演员吧，也没演过什么让人记得住的角色。参加过几档综艺，跑龙套。我是知道这张新闻的时候，我才认识他的。我才知道，哦，他叫林文新，是个艺人，还跟这个顾生伟闹出不少钱的事儿。你其实可以说2句话，你不会真的以为王克是我说出去的。你好好看看，不要说那么多话。不是吧？什么不是？就是啊，这个东西挺好用的，我有时候也用。那怎么办？我这太阳镜还带不带？带着吧，带着。以后看重要的东西时候再摘下来，别眼花了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人家不会说。我老公他就是在那桌上死的，边上还有半瓶红酒，一个杯子，看起来就像是喝多了，趴在桌上睡着了。老公，老公，又喝醉了。谁也没想到，他吞了1整瓶的安眠药。你那天晚上几点回来的？我那天录了个节目，特别无聊的一个节目，就是回答问题，答错了还要用塑料锤子打一遍。导演让我背下每一道题的答案。好，说重点，你那天晚上几点回来的？晚上12点多。那锤子是用气吹的，打一下根本不疼，我还要呲牙咧嘴的装作很疼的样子。
演不好还得重复一遍。你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老公趴在桌子上了。是啊，我回来的时候手机没电了，看见他趴在那儿，我就以为他喝多了，我就先去把手机充电、洗澡、卸妆。等我出来一开机，我手机都炸了，我朋友都发信息打电话问我说：“你老公怎么自杀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他还躺在那好着呢。”我朋友就说：“那可能是搞错了。”挂掉电话，我去探了探他的鼻子，果然死了。你的朋友怎么知道你老公自杀了？微博。对，就是微博。那一天晚上11点多，我老公发了一条长微博说要自杀，他还怪我骗钱骗婚。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我那么想嫁给他，到我终于如愿的时候，他竟然怪我骗婚。如果现在我告诉你，我还爱着他，你肯定觉得我特虚伪吧？我相信你爱他，但是我不相信那条微博。这件事情99%的可能不是自杀，是谋杀。就是说，凶手拿着他手里的手机，假装发了这条长微博，然后营造他要自杀的假象。不是我干的，真的不是我。陆小姐，你冷静一下，我们没有说是你做的。但你先生如果知道你还爱着他的话，他应该会走得很安心。不好意思。他现在哭一哭是好事。说一说你们的婚礼吧，当时是在哪儿举行的呀5月份，在菲亚大酒店办的。当时有哪些朋友来了？我家人、我经纪公司老板，还有我的一些艺人同事。他们去了吗？顾新伟是我老公，当然要参加。难不成我结婚没老公吗？不是，除了您先生之外，其他的3位去了吗？都来了。老贺那边我熟一些，我陪我老公跟他吃过好几次饭。老贺是谁？贺云飞吗？对。然后这个人就奇怪了，怎么样呢？他时不时就跑出去一趟，我以为他抽烟呢，结果就是吸2口新鲜空气。他叫刘浩，对吧？对，他们的宿舍长。他病得非常严重，肝癌晚期，脸都是蜡黄，头发都掉光了。我老公就说，结婚的日子他们4个人缺一不可，尤其是他顾新伟居然能结婚。后来客人都散去了，剩下他们4个人在台上喝酒唱歌。刘浩唱不动，也喝不了酒，喝着白水，看着他们3个都高兴。我和顾新伟的感情是爱情，爱情很伟大是吧？但是他们的兄弟情一点都不比爱情逊色。他们4个人经历了那么多大富大贵、大起大落，真到了永别的时候，谁也忍住不哭，反而开对方几个玩笑。刘浩的时间不多了，医生说他10天，最多半个月。他那1000万根本没花，也没娶妻生子。他说要把钱留给这3个兄弟，一人300万。
贺云飞带头说不要，说要让他去澳门去赌，把钱输光。我老公就笑话他。这稳稳当当活了20多年了，可不能让你死了时候还带走1000多万。输光它，一天输100万，过把瘾再死。对，你就把钱全输光了，你放心，你爸妈那儿我给你照顾。哎，显着你了是吧？让我和云飞2个是空气啊！耗子，你爸妈那边你就别管，好好玩，要好好的。没哭，没看我哭成孙子。记得每天打个电话回来，要是没力气了，就发1个字：好。电话打了12天，一开始刘浩的话还多一些，到后来就只剩下喘气，再后来就没有来电话了。然后他们飞到澳门，领他的骨灰，按照他的遗愿撒在了海里。等一下，他们领的是刘浩的骨灰，所以说他们根本没有见到刘浩的尸体。由于4位授权者因为各种原因意外身亡，冰火王座将自动续约给迅达公司，并进行下一周期的开发。我们将依照原合约继续支付4000万给死者的家属。沈经理，今天发布会的提问环节已经结束了，你身为游龙公司的代表，应该知道这个吧？贵公司确定4位授权人已经过世了吗？有1位还活着吧？1个小时前刚刚跟我取得联系。先生，这边给您安排的车马上就到了，您稍等。谢谢。信息组的同事确认过了，说刘浩是5月20号入境的，中国澳门回来的航班。不对吧？5月20号，5月17号的时候，贺云飞已经去澳门给他收尸了。会不会是刘浩没死呢？根本就没死。他们从澳门拿回来1盒骨灰，谁知道里边是什么呀？对吧？如果真像他所说的，20号以后刘浩就在这儿了，那么26号开始死的3个人，完全有可能是他杀的。杀人动机是什么？钱，把1000万变成4000万。没错，他们上学的时候，也是刘浩在拼死拼活的挣钱来养活他们3个，可是从来没有人重视过他，所以他就心理扭曲，把他们3个全杀了，想要独吞这笔钱。
查一下刘浩的住宿记录，申请逮捕令。先生你好。开2间房，开在不同的楼层，一个标间，一个套房。好，你稍等一下。先生，这是你的房卡。套房里有打印机吗？有的。谢谢。早上好。民调显示，超过1半受访者相信安省自由党会赢得下月省选。旺市今天早上7点钟左右发生工业意外，一名运输货车司机被夹在一辆大型货柜车以及一辆货车之间，当场重伤身亡。约克区警方表示，该宗意外发生在旺市 Highway 7公路加 Q Street 一带。随着华城电子的创始人柯云飞被杀害，警方昨天宣布，已经将顾新伟的自杀和黄家伦的哮喘病发列入谋杀立案。至于冰火王座4名创始人之一的刘浩是否在世，警方存有疑虑。下面的照片是刘浩最后留下的影像，如果有知情人士，可以拨打报警电话017-2549-5301。我们不多说废话，直接进入主题。我修改了一下合同，加了一条补充条款：下月1号，授权生效以前，我不能有任何意外，也不能被警察抓，否则这份授权自动失效。我可以保证你没有意外，但警察抓你，我管不着。那就不要钱了，你找警察举报我吧。对不起啊，2位警官啊，久等了哦。申总今天不在，他说要我们大力配合，所以这些准备了一些资料，这些都是一些关于刘浩的资料，请你们2位警官过目一下啊，慢慢看。哇，顺便介绍一下啊，刘浩这一个人呢，他来我们公司这是5年前，那时候还是学生的模样啊，所以没想到他开发出冰火王国啊，哦，要不是新闻爆出来啊，我可不知道他开发那么厉害的游戏。还拿了1000万呢，人不可貌相啊，没准你就上亿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他把这个游戏卖给你们对立公司，可是他自己却要选择在你们这儿的基层工作，他真的干活吗？干，他真的干活啊！做程序真的很累。他老是开玩笑说，程序员，猿猴的猿。嘿嘿，开玩笑，程序员真是很累啊。
连续加班24个小时啊，都是平常的事情啊。所以他癌症治好了吗？他根本没得癌症。啊，那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一开始就想独吞了这4000万，然后5年前就在这儿埋伏着，从基层一直演，那他绝对是一个非常缜密并且非常可怕的人。刘浩什么时候辞的职？4月17号，我倒记得清楚，那一天是我的生日。他一大早过来就说被查出有肿瘤离职手术的没办，就打算账户就走了。哎，现在说清了，全部都是假的。17号辞职，16号报过警，这是警署的回执。未予立案。游戏开发部的程序员，刚开始3000一个月，做了5年才4500，手里握着1000万，冰火王做了4少年之一，你在图什么？我想做事情而已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游龙公司和李金祥的迅达公司是竞争关系，都在争着这个游戏的授权。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啊？在这个行业内，除了你们公司就是迅达了。游戏卖给了他们，那我就只能来找游龙了。1个月才4500，1年也只不过5万多，这说服不了我啊！信不信随便你。我可以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再配2个人保护你，这应该可以满足你那2个条件吧？下个月1号之前，保证你不被抓，也不被杀。我不用你提供住的地方，你给我弄把枪，拿到枪，我签字。好，我给你弄一把，够你装装样子了吧？不是装装样子，我要真枪。这个不是你们在通缉的人吗？他找你报过警，回执上你签的字。不可能。这个人你认不认识？你看看，他们是一个人。我想起来了，无理取闹的那个人，他当时来报案说被人盯上了，有人要杀他。我当时觉得他是在无理取闹，就把他轰走了。他说要投诉我，我就给他签份回执单了。谁要杀他？他说他不知道。我问他什么情况，他说是2次都杀他未遂。第1次呢，是从公司出来。第2次是在地下车库。我问他看见是谁开的车吗？他说没看见。那车没撞到他之后就跑了，我就告诉他，可能是开车新手，并不是有人故意要开车撞你。所以你当时就没立案，对吧？这个情况跟当时黄家伦报案是一模一样的。问句不该问的，你那3兄弟真的是你杀的吗？
你还是盼着接下来的72个小时，我别出什么事吧。马上给这个人打个电话，问问游龙那边到底有没有冰火王座的授权。好的。马上出去问，晚一点，迟一点。怎么样？刘浩今天上午在这开的房，但电梯监控拍到他今天中午以前就离开了，但他并没有退房，很有可能晚点还会回来。什么？我靠！哎，快，把所有人都撤走，别弄那么大动静，快！这，哎呀，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早点说啊！你要是犯人，再看到这么大阵仗，会再回来吗？还有一个人也来过。是谁啊？游龙公司的申成。游龙跟迅达是竞争对手，所以申成和李金祥也在争这个游戏的版权。怪不得扑了空。他怎么2张？他开了2间房。把手机给我。你怎么杀的他们？人不是你杀的吗？你不是牧师？我说你怎么害死他们的？3月份，有一个人联系我，他说会给我一个完整的代码，有了这个代码，冰火王座就可以顺利续约。我问他怎么可以办到，他叫我别管。那个人是谁？我们是通过邮件联系的，没见过。他给你留的什么银行账号？一个新加坡的账号，很明显是假名。他发给我的邮件名字写的是牧师，所以我才认为会是你呀。头款打给他多少钱？200万。一份邮件你就打给他200万？他说出了你们每个人的喜好、性格，还有现在的状况。不止这些吧？还要怎么杀死我们，对不对？好让这份游戏自动授权，对不对？是。我当然要提这些了。随便给一人200万，我又不是傻子。他说怎么杀？开始是说下人手做谋杀，我没同意。明目张胆的杀死4个人，别说丑闻，就连我自己也没办法全身而退。后来我叫他同行计划，做成意外。修改计划后，我该怎么死？过劳猝死，死在加班路上，高空抛物，或者是倒在地铁里。顾新伟呢？跟现在一样，服毒自杀。黄家伦是让他哮喘病发作。哼，没想到，最后你没死，死的反而是他。贺云飞怎么死的？牧师说他喜欢极限运动，攀岩呐、蹦极啊，在安全绳子上面做手脚。后来他警觉了，还请了2个保镖。牧师说近不了身，只好硬来。你怎么没死啊？癌症是假的。癌症？我发现有人要杀我。我知道这跟何东年的事情有关，可是我以为是他们3个中间的一个人。我给他们每个人打电话，我说我得癌症了，我快要死了，肝癌。后来果然，杀我的人不见了。我真的以为是我的兄弟要杀我，我真的以为是我的兄弟要杀我。耗子，你他妈没死啊！
嘉伦和辛伟是不是你杀的？我杀个屁呀！不是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，要不是我诈病，早就死了。你小心点，他们要把我们全都弄死。我知道，咱们什么时候见一面？找机会的吧。最近又不方便公开露面。那你自己小心点。我没事，他们以为我早就死了。我担心的是你，哈子，你还活着，真好。那你现在想怎么样啊？先说，你这么有本事，自己写啊！令和王座都能做出来，非说解不了啊！解锁。稍等一下，他应该已经和申城签过合同了。你找人守住下面，刘浩随时可能会回来。不会回来了。喂，主任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没什么别的，有个 U 盘，打开一看是一串代码，我也看不懂。发现刘浩了，楼下集合。好，我知道。人呢？中了2枪，送医院了。哪来的枪？正在调查。刘浩一定不是凶手。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他为什么不杀了3个兄弟之后，直接把游戏的版权卖给申城？他干嘛要去动这个李金祥呢？没这个必要啊！而且4月16号的时候，他曾经报过警，说有人要杀他。8月份黄家伦报警，也说有人杀他，如出一辙。所以我断定，刘浩应该是凶手第一个要杀的目标，只是他没死而已。枪打哪儿了？2枪都中膝盖，腿肯定是废了，这辈子只能靠轮椅。能说话就行。哎，车给我用一下，我找趟申城。哎，盯着他啊，注意安全。你们2个人呐，你们2个人在一起啊，是2个人。应该是一些代码，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你应该知道，代码是一种语言，用这种语言可以做网站、做游戏，也可以做 apps。但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，竟然有人用这种语言写一封信。写给谁的？写给你们的。写的什么？大致上的意思是，他不相信你们警察。他要亲手为他的3个兄弟报仇，
等把杀手干掉之后，就会去找你们自首。谁给你发的邮件，说要杀死那几个人？不知道。那你告诉我，发邮件给你的人约你在什么地方见面？好久不见呀，崔阿姨。为什么先对我下手？后来怎么知道我得癌症的？学校里都传遍了，说赚再多的钱也抵不过绝症。而且我也去你们公司问过，确实是因为癌症而离职。婚礼你没来，我来了，也让你们看见我。不光是婚礼。你去澳门的那天，我也在，看见你病成那个样子，我就放心了。新伟啊，别老是喝酒，要多喝点水。嗯。我要看着你把它喝完。村姨，我都多大了，您还管这么多呢？喝了它，来，别玩手机，来。行。喝完了。以后你要记住啊，要多喝水。嗯。哦，对了，这红包是给你的。本来我来是要恭喜你的，你看我都把这事给忘了啊。崔姨，这红包我不能要，我们欠你那么多都还不起，这个我不行。收着。真不行。听话，收了它。新伟。嘉伦呢？崔阿姨，我先上个厕所啊。去吧。
最后一个就是贺云飞了吧？这个游戏呢，可以给你们，但是真的不能再收费了。希望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，能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怎么那么久也没出来？进去看一下吧。你为什么下这么重的手？只是因为钱吗？说。放手！恩赐，恩赐，你开门了。妈妈煮了你爱吃的菜。不吃，我不吃。你好久没吃妈妈煮的饭了，开门吧。我说的是我不要吃饭。是有问题吗？我不是说别敲门，别打扰我吗？那也不能不吃饭啊。要你操心吗？我有命有谁饿不死？警告你，这几天最好别打扰我，我病火完之后马上不会前卫了。别杀掉我，烦了！恩赐，开门啊，恩赐。
在害人了。下来！你好，我叫刘浩。刘浩，这是你的床。你手里拿什么东西？刘浩的案子是什么结果？早上判了7年，故意伤害罪。你信不信？要是我当了律师的话，我可以让他减刑很多年。不过算了，死了3个好兄弟，让他在牢里比较安全。都有罪：申城购买枪支，李进祥教唆杀人，崔阿姨杀人。判了4个，死了3个。一个合同年牵扯了这么多人进来，到底什么东西这是？窃听器现在关闭了，真的，只要一打开，它就关闭了。不过，你想听的时候可以打开它，让它继续监听。你哪儿来这些东西啊？市面上，你这7年警察怎么当的？这是社会大学教我的，有吗？有监听，自然就有反监听。这是县人做的，刑侦局查案不用这些东西。董局以前是县人是吧？嗯，干了几年卧底，后来到了皇家警署，专门培养县人。10年前来了刑侦局，做张局的副手，准备当局长。就这么着急动手是来不及了。哼，关了，给你吓的，花口工资。
张局肯定知道他的把柄，所以才杀人灭口。打开。我们去趟烂尾楼啊！听说王克把证据埋在了地下室。我们先绕2圈，看看董局找谁去。行，你自己去吧，我前面还有事儿。我前面那个可放下，这个留给你啊。1200块。曾经，这些年轻人，他们是天，他们是地，友情就是整个世界。后来，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自己。